1998年黑色5月暴动后，印尼为何至今都不敢大规模排华了呢？究竟怕什么呢？印尼华人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为何每次印尼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们都会成为牺牲品？当权者似乎有意使华人成为民众宣泄愤怒的代罪羊，这就导致在印尼历史上就有很多次的大规模排华事件的发生。而上一期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印尼历史上第一次的排华，这一次我就跟你们分享最接近20世纪的那一次排华，也就是最接近你们现在的年代，也就发生在1998年的史称黑色5月暴动。虽然这一次的死伤人数不及930事件约50万人受害，但这绝对不是因为这次印尼有菩萨心肠、心慈手软，而是环境不一样了，迫使印尼有所收敛。至今天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有的只有零星事件。这我视频后面会跟你详细分析，所以你不要走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因为亚洲各国的实际生产力不如账面说的那么漂亮，结果导致经济出现了泡沫，结果由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引爆。当然，在此过程中，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后进一步波及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那次风暴中，马来西亚是亚洲恢复最快的国家，只用了2年到99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就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了。这完全归功于时任首相马哈迪的英明领导。当时大马首相马哈迪在痛斥外汇投机者的同时，也拒绝了当时副首相安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方。I know I am taking a big risk to suggest it, but I am saying that currency trading is unnecessary, unproductive, and totally immoral. 对于 IMF 之类的权威国际组织，马哈迪鸟都不鸟他。Because if they go wrong, you can throw them out, but I cannot throw out this very great man who has a lot of money. You can't even mention his name. 为保护经济和麻痹不受不负责任的对冲基金和外汇炒家的追击，而采取了对货币和马来西亚令吉进行管制。而马哈迪这独树一帜的政策很快见效，经济重新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而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多除了接受 IMF 开出的药方，也采取了一种技术含量比较低而且很廉价的方式来处理，那就是嫁祸给印尼华人。没错，又再一次的排华，因为前几次效果都用到不错嘛，所以就再来一次呗，嘿嘿。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一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也谈到了印尼排华，而中国进行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直线下跌，印尼货币的贬幅高达70%以上，印尼的股市连连下挫，屡创新低，外债累累，总额达1400多亿美元，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燃油及食物的价格开始暴涨，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始抱怨，为了缓解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不满，印尼的苏哈多家族开始策划了排华暴乱，用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也掩饰自己的无能，也帮助了原本就贫穷的土著，让他们可以借此从富有的华人那里取得财物。这似乎是印尼版本的劫富济贫啊！你看他们的领袖多么的伟大。1998年5月14日，雅加达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暴乱，但当地街道却没有任何的军队或警察驻守和镇压。这是因为是国家高层默许的，所以这些人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在这次暴乱中，生活在印尼的华人成为了暴徒的主要目标。根据当时桑迪亚旺神父所言，印尼政府和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从而使得有超过1000多人在此暴乱中遇害。据一位印尼政府官员统计，在1998年5月份，印尼一共烧毁了商业建筑有2500多间，1000多间民房，380间私人办公室和65间的银行，45间的工厂，40间的大型购物商场，13间的市场和12间的别墅。
当然，这只是雅加达地区的损失，如果再加上全国各地华人的损失，那就更加的多了。雅加达人权和妇女研究组织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份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了5000多起强暴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100多起为最严重的地区。以前人家常说天子脚下是最安全的地方，但这个在印尼好像是相反啊，因为你是华人，天子都要你的命啊，呵呵。面对这种绝境，让印尼华人觉得上到印尼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都在针对他们，所以他们已经不把希望寄托在国内了，而是对印尼以外的全球华人同胞发出求救信号。于是，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就发表了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请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群体，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而《纽约时报》是最先报道这一事件的国际媒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报道，全世界大多数人相信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全球的媒体纷纷跟进，接着全球各地的华裔同胞开始声援印尼华人，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风暴，也迫使印尼政府开始有所收敛。你可以理解为是科技的进步拉近了世界各角落的距离，让这个消息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已经不同于以前60年代那时候印尼排华的情况了。马来西亚行动党秘书兼国会议员林吉祥也曾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华裔妇女在暴乱中被强奸和屠杀的事件，并将结果呈交国际罪行法庭审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8年5月接到世界各地的投报后，开始处理这个案件。1998年8月7日和8日，全美13座大城市同步举行了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活动，近2万多名华人群聚在美国全国各地的印尼使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等，也递交了抗议书。之后，在英国、纽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而加拿大的特使还会见了印尼强奸案的受害者，并对此任印尼总统苏哈托表达了不满。印尼在历史上就经历了多次的排华，全部加起来，华裔选士人数不少于50万人，这也导致在华人世界里对印尼的好感度不佳。而印尼这一次的排华格外引起全球的关注，因为科技的进步，让这个世界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炸锅。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和前几次有所不同。前几次都有西方在后面撑腰，或你可以理解为西方也有份参与。比如英国最近解密的文件就披露了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个上一期我有细谈，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者等下来我频道找也行。但这次印尼意识到，这次是全球都在抵制它，因为它极大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舆论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要那些西方政客还怎么可能站在你苏哈托这一边呢？人权可是他们的招牌啊，不可能为了你苏哈托就给砸了，不然以后他们该怎么混下去呢？而且联合国都已经介入了。不管你是什么国籍或什么立场的人，都该谴责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反人类罪。除非你不是人类了，是外星人，那这个可能不关你的事了。所以，印尼政府在饱受国内外批评后，印尼苏哈托总统也就这样结束32年任期就下台了。排华是其中一个主因，另外还有经济问题。在苏哈托下台之后，其任内的不法行径以及针对华人的种族屠杀事件，也让他遭到了起诉。之后，由于苏哈托日渐恶化的身体状况和印尼国内的舆论的兴起，使追诉行动最后作罢。他在2008年去世，所以最后他是去了天堂还是这个我不知道 ，maybe 你们在下面留言。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订阅、按赞和分享，还有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我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至今我已经推出了6部关于印尼华人的视频，其中就包括印尼首位华裔总统，关于他如何解救印尼华人和推翻苏哈托的排华政策。如果你想看的话，记得来到我频道哟。好，我是 Nicholas，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拜拜。